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呢，埋藏着一段古老而神秘的历史。1000年前的西域鬼国大泽利王呢，凭借着灵兽玉骨和独木青阳的未知力量呢，就找到了翡翠琉璃宫的传说。据说呢，在那里可以得到长生，而打造了黄金城，甚至牵扯出了张骞出使西域背后的秘密。而这个地下黄金城呢，就藏在贺兰山绵延的山脉之下。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翡翠琉璃宫。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而几十年前呢，一支进入阿勒泰深山的考古队呢，意外就发现了一个独木青阳考古发现。新疆大学的金石研究专业的研究生袁森呢，受导师委托就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在那里呢，他就找到了一个西汉王朝有关的真西威武大将军阿不利与一位和亲公主的神秘传说。从沙漠古墓里带出的古老玉牌呢，竟然打开了一个1000年前西域地下鬼国遗留的惊人宝藏的钥匙。据传说只要找到这个西域鬼国的黄金城与翡翠琉璃宫呢，就能够实现复活与长生。如果来自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玉牌属于灵兽玉骨的一部分，那么当年和亲乌孙王朝的细君公主是否跟阿不利墓的地下黄金城有关呢？而乌孙王朝的真西威武大将军阿不利呢，在墓室内留下的血书，沙海古墓中的细君公主的尸体呢，已经被转移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而那正是细君公主远嫁西域的真正目的吗？细君公主远离故土是在西汉王朝操纵之下进行的，那么这个目的势必就与当时的西汉王朝有关而将沙海古墓中那块灵兽玉骨与阿不利墓的地下黄金城和翡翠琉璃宫联系起来呢，是否就能够说明阿不利将细君公主的遗体也送到了地下黄金城之中呢？如果这个设想成立的话，西汉王朝送刘细君公主出塞的目的难不成就是为了这座惊世骇俗的地下黄金城和翡翠琉璃宫吗？而黄金城、翡翠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无尽的财富和珍宝试问当年的西汉王朝四海升平，天下富庶西域纵然多金呢，但一个西域鬼国的财富岂能跟堂堂的西汉王朝相提并论呢？那照这样说的话，如果西汉王朝和亲乌孙是为了黄金城、翡翠琉璃宫的珍宝，就算细君公主生前能够找到，西汉王朝也没有办法将这些珍宝运回中原那么由此就可以推断西汉王朝开启地下黄金城和翡翠琉璃宫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皇帝的长生。而大泽王修建完黄金城之后大概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寿数将近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陵墓，另派出了一支部队把守陵墓。这些守陵人有一个悠远的来头他们只有一只眼，是否就是西域经言中将青阳奉为神灵的独木人呢？根据老头的描述独木族的余脉群居的墓寨就在贺兰山县这一带。根据常理推断独木族行踪诡异处处透着神秘。据此而言独木族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这绵延数百里的贺兰山之中。而墓寨就是西域鬼国大泽王阿不利墓的守陵部队。当年阿不利墓驾崩之后新王继位不到3年就被灭国，导致了西域鬼国的灭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大泽王阿不利墓为了修建地下黄金城穷尽了国力，四处东征西讨树敌太多。不过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因为当年的丝绸之路开辟者张骞，如果没有他也许地下黄金城和翡翠琉璃宫的秘密将永远的被深埋地下。张骞带着通好大月支以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出使西域，继而被匈奴捕获了。而匈奴为何困其不杀呢？还让他娶妻生子呢？张骞西行所携带的珍宝车载数斗，他们都去了哪里了呢？张骞被困匈奴10余年，而这10余年里他又做了什么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新疆地区的一个古老遗址挖掘出的一部羊皮卷当中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垮台，诸多的高级官员仓皇而逃，在南京政府的秘密档案里就发现了一本古书。等到谍报的工作人员破译出那本古书的内容才让人真正的大吃一惊。那本书是用吐火罗文字记载的，一共有10页，10张残缺的羊皮是订在一起的。翻译成汉语大致讲的意思就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见闻。羊皮卷上的这些记载让人就看了汗毛直立，冷汗直流。而当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辟丝绸之路，并非如史书中所说的联合大月支攻打匈奴。事实上，大月支一直被匈奴欺压驱逐，要敢说反抗匈奴那几乎是开天大的玩笑。而且
西汉王朝与大月支相隔数千里之遥啊，中间横隔着匈奴游牧王国，首尾不能相继嘛。战争期间呢，更加不可能通信嘛。如果说这两个国家之间能够联合抗击匈奴啊，实在是天方夜谭。而破解记录中讲述的就是张骞西行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传说中的翡翠琉璃宫。据说这座天然玉脉形成的宫殿呢，雕梁画栋啊，宫殿楼阁不可计数，恢宏大气，浑然天成。更重要的是，这座翡翠琉璃宫中隐藏着一件震惊世人的秘密。不过上面呢，并没有详细说到底是什么秘密。也许是翻译人员啊没有将这段完整的翻译出来，也许是呢原本就没有记录。而张骞西行所携带的无数珍宝呢，并不是为了给大月支，而是与大月支毗邻的边陲小国西域鬼国。西汉王朝呢，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就打听到了大泽王与古力菲亚的传说，而且好像呢已经熟知了翡翠琉璃宫的秘密。汉武帝呢就不惜一切代价，命令张骞呢携带万千珍宝通好西域鬼国，以得到翡翠琉璃宫的秘密。于是张骞在路上呢被匈奴的军队还截获了。而匈奴为何对张骞求之不杀呢？还让他娶妻生子？这个原因呢，其实都是源自于翡翠琉璃宫的秘密。当年匈奴拷问张骞一行呢，有随行的侍从呢就说出了此次西行的目的是为了翡翠琉璃宫的秘密。于是当时的匈奴大为吃惊立刻就给张骞摆酒设宴，奉为上宾。在与张骞一番交谈之后呢，张骞立誓为他们找到翡翠琉璃宫，还把王室的一位公主就许配给了他，让他在匈奴呢生子。而冒读单于呢，自认为将张骞的妻儿扣押，张骞必定会对他言听计从。3年之后呢，他就将张骞带来的所有的珍宝和侍从全部交还，并对外声称呢，为了羞辱西汉王朝呢，他已经把张骞贬为最低级的牧羊人，在边塞放牧了。实际上呢，张骞已经携带着无数的珍宝向西而去，在匈奴军队的护送之下呢，就来到了西域鬼国的领地。他把西汉王朝带来的金银珠宝呢，全部就奉献给了大泽王阿布利木。当时的阿布利木呢，整日郁郁寡欢为了修建地下黄金城呢，西域鬼国的百姓已经民不聊生了。所以张骞带来的巨额黄金呢，让这个阿布利木兴奋不已。他也就将这个张骞呢奉为西域鬼国的上宾，而且还每日行上宾之礼。张骞在西域鬼国一待就是7年，7年的时间里呢，他研究透彻了西域鬼国的历史变迁，甚至连地下黄金城他都参与了设计。当年呢，在西域鬼国，张骞还成了大泽王最受宠爱的臣子。7年的时间里呢，他并没有打听到任何更多的有关于翡翠琉璃宫的秘密。真正的翡翠琉璃宫呢，放眼整个鬼国只有阿布利木一个人见过。即使是对宠爱有加的张骞呢，阿布利木也没有透露一个字。张骞在西域鬼国里一待就是7年，没有达到目的。他自知呢，如果还不回去的话，此生必定就死在了塞外边陲了。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大泽王阿布利木辞行。而阿布利木呢，也忙于黄金城的铸造。张骞的金银呢早已用尽所以阿布利木也没有挽留他。在离开鬼国之后呢，张骞并没有立即返回中原，也没有回去见匈奴，他去了与鬼国最近的乌孙王国。张骞在乌孙的王国待了1年之后并详细的打探了乌孙王国的地理、军事等状况，一切事情都做完之后呢，于是张骞就回到了中原。7年之后呢，张骞再次率领随从300余人，金银牛马数以万计出使乌孙。这次呢，他又偷偷的潜入了鬼国，并且打听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久之后呢，乌孙王朝与西域鬼国开战，双方呢各有胜负，后来划线而治。14年之后呢，中国第一位出塞公主细君公主就携带着史书中所记载的赐圣玉、抚育物呢，还有一些被官侍从呢数百人以及赠送的珍宝呢，远嫁了乌孙。4年后呢，细君公主死去，乌孙王朝的征西威武大将军呢阿布利呢率军攻陷了西域鬼国，夺得大泽王阿布利木的灵兽玉骨，秘密开启了地下黄金城。而细君公主出塞之前所有的经过呢，都是西域羊皮卷上记载的。而西域羊皮卷的作者呢，正是张骞本人。这些经过呢，都是他亲笔记录下来的。有些细节呢，甚至连汉武帝刘彻都不知道。他留下的羊皮卷的目的呢，据说是留给有缘人。奇怪的是，地下黄金城和翡翠琉璃宫并不是修建在新疆境内，反而是在与新疆有千里之隔的宁夏的贺兰。而这里呢，似乎有一个巨大的疑点。记录中说呢，阿布利木呢找到了翡翠琉璃宫的时候呢，意外的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部落，而这个部落呢诡秘异常，神秘莫测。
阿布力的部队呢，跟这个部落打了几场硬仗下来啊，损失惨重。而阿布力就知道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于是他就用一种失传已久的远古艺术呢，与该部队的首领对话，达成了和解。而阿布力部答应呢，就为这个部落修建一座庞大的地下陵寝，双方就此划界，永不侵犯。而这个部落的所有的部众呢，都生活在庞大的地下陵寝之中。这个故事，张骞当时只是一笔带过。据说呢，当时阿布力木与他对饮之时呢，趁着酒醉还跟他讲的，很有可能呢，这个部落呢，就是阿尔泰山脉中的独木人的后裔了。而深埋在贺兰山下的翡翠琉璃宫呢，势必也跟这个生长在贺兰山中的古老的部落有联系。如果说木寨呢，就是西域鬼国的后裔，那么从灵兽玉骨之中分化出来的第3块古玉幽冥鬼谱呢，据说这块古玉上就刻了一些奇怪的小人雕像，这与木寨的习俗惊人的相似。这意味着什么呢？灵兽玉骨原本就不属于西域鬼国，而是古利菲亚部落的圣物。如果说木寨的习俗是独木人传下来的话，那是否就可以说明古利菲亚部落呢，是否也就是独木人的后代呢？再加上袁森从导师杨健的一本西域古文明研究中看到过，贺兰山山壁上有着庞大的壁画群，壁画中写满了很多古怪的文字。他在脑子里就翻遍了这辈子见过的所有的中外文字，都没有见过这种文字的概念。而杨健在书里就给出了解释，说这4个蝌蚪文翻译成汉语就是建元4年。在中国历史上以建元为年号的一共有5个朝代分别是汉、前赵、晋、前秦还有南齐。而汉建元4年呢，正是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张骞出使西域的日子。深藏在深山里的原始部落却用神秘的文字记载着2000多年前张骞西行，这里是否就藏着张骞西行的秘密呢？而袁森决定亲自去一趟贺兰山，在这里呢，很有可能就是打开贞节的所在。根据古玩城老头的描述呢，独木族的余脉呢群居的木寨就在贺兰山县这一带。而根据常理推断呢，独木族行踪诡异处处透着神秘。据此而言呢，独木族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这绵延数百里的贺兰山之中。临行之前呢，老头就交给他一张地图袁森就按照地图朝山谷深处走去。走了2-3公里呢，突然就发现山壁的岩石的颜色和地面的颜色，附近的山石的色彩都完全不同。而山谷外面的地面和岩石呈现的都是黑白色，而谷里的岩石呢，则是褐黄色的。山壁呢，并不是规则的，而且是由许多不同形状的岩石组成。山壁上的岩石呢，也有凹陷下去的，有凸出来的，有的长达几米，都镶嵌在这个山壁之上，一路延伸，极端的壮观。而这山谷呢，应该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龙岗地貌。而阿拉善高原居然会有火山，而且是深藏在贺兰山中。袁森加快步伐朝前走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呢，几十丈外2块巨石从中间分开，巨石旁边的藤蔓的植被呢被推到两侧。从远处的山洞里就缓缓地走出了一对装饰奇特的异族人。他们走路的姿势很机械，很像是丢了魂，一摇三晃，僵硬的很厉害。他们转过脸来呢，袁森清楚的就看见他们都是瞎子，毫无生机，面目狰狞口中还念念有词，唱着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哀歌。他们到底是怎样的民族呢？袁森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身上比普通人少了一些什么，他们就像是一条线串联起来的木偶，而他们没有灵魂一样。据说呢，跟着木寨的人就能够找到地下黄金城。但是当时的袁森寒毛直竖嘛，不敢停留，掉头就跑。可是跑着跑着呢，脚下突然一空呢，翻进了一个巨大的天坑之中。袁森把天坑仔细地摸索了一遍就发现前方呢应该是有一个巨大的空间的。向前走呢，映入眼帘的却是一间墓室。而这间墓室装饰的富丽堂皇墙壁呢规则整齐，棺椁前的洞壁上就刻着一幅画像。画像中呢是一个人和一只独木的羊并排而立。画中的男子呢尖瘦的面孔上唇呢留着卷起来的胡须，一副中东地区人民特有的装扮，与独木青羊并立。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独木青羊使者，鬼国的大泽王阿布利木吗？袁森脑中的悬念一闪就推开棺盖，在熊熊的火光照射之下呢，金棺中尸体赫然就呈现在袁森的面前。那个尸体就戴着一副黄金面具，面具的线条勾勒得非常的清晰有致，栩栩如生，而绸缎长衫上都贴满了金片，在火光的照射下呢，光辉异常。袁森就看着一副富丽堂皇的景象当时整个人都惊呆了。眼前的画面呢，绝对是可以震惊所有人的想象。
而从洞口到山洞的深处的地面上呢，铺着一条长长的黄金地毯，而且山洞中的各种的雕像饰品啊，全部都是用纯金打造的。灯光照上去呢，全部都泛着金光灿灿的光。地面上呢，倒是有很多倒塌的石雕石像，损毁得很严重，没有一具是完整。还有不少的青铜俑，背面呢刻着奇怪的蝌蚪甲骨文，而这文字呢，应该就是与阿布利木的守灵部队共存的文字。但是袁森不认识这种文字。在山洞的中央呢，立着一座1人高的黄金雕像，看雕像的面容呢，就是戴着黄金面具的西域鬼国的大泽王阿布利木。他拄着金拐杖，穿着闪着金光的衣服，默默地站在那里。袁森很轻易的当时上去就揭开了阿布利木的黄金面具，但是在面具的下面呢，却没有脸，只有一具纯金的头颅。另一边呢，黄金的兵俑左右站成2列，中间有一匹骏马呢，拉着马车从远处缓缓过来。那骏马也是纯金铸造，但是马车上坐的人并不是大泽王阿布利木，而是一个穿着7色鸟翎羽衣的怪人。那人体型比正常人大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他的脸那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脸，而是一张呢只有1只眼睛的脸，那是一张羊脸。袁森呢脑中立刻就浮现一个词独目青羊。而另一尊鬼国大泽王阿布利木的雕像呢，跪在这个7色羽衣的怪人面前，姿态非常的虔诚。而且阿布利木的纯金雕像上呢，真的没有脸，只有一颗纯金的颅骨。这一切渐渐就拼凑出了一条线索。独目青羊呢，很有可能就代表着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或者是信仰，也可能与穆斯林文化有关。而1000年前呢，西域鬼国大泽王凭借着青羊的信仰呢，利用灵兽玉骨就打开了贺兰山底的翡翠琉璃宫，又在宫外呢建造了黄金城。就连张骞出使西域呢，也与此有关。后来呢，细君公主死去呢，乌孙王朝征西威武大将军阿布利呢，率军攻陷了西域鬼国，夺得了灵兽玉骨。而棺椁上就说呢，他将公主秘密的埋藏在了北方，很有可能呢，就是将她的尸体放在了黄金城当中。袁森当时就非常震惊又过了一层通道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洞穴，黄金地毯铺了100多米到这里就没了。而山洞呢，却有1公里长。袁森走到洞底呢，却发现洞壁被打磨得十分平整，从中间分开一条裂缝，一扇巨大的石门就立在那里。袁森上去推了推石门纹丝不动。石门的面前却有一尊半蹲着的青羊，他也没有脸。看来呢，要开启这扇石门就必须凑齐灵兽玉骨才行。洞穴内壁呢，画满了彩色的壁画，壁画上呢画的都是一个穿着7色羽衣的怪人，他没有脸，跟山洞外的黄金俑是一模一样的。壁画中的意思呢是翡翠琉璃宫那是一个极乐世界，里面呢没有痛苦和烦恼，只要能够进入翡翠琉璃宫的人呢，就可以保持永生。壁画中呢有对翡翠琉璃宫的大量的描述，而巨大的玉石结构，宫内呢有美人灵官、吹乐奏器等各种画面。可是要进入翡翠琉璃宫的人呢，必须先破解一张七鸟飞灵图。破解七鸟飞灵图之后呢，你就必须要向7色羽衣的怪人交出你的脸，成为7色羽衣怪人的奴隶，你才能够走进翡翠琉璃宫。而西域鬼国大泽王阿布利木和乌孙王朝的征西威武大将军阿布利呢，都破解了这张图的秘密，并交出了他们的脸。看来呢，要破解翡翠琉璃宫之谜呢，还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因为它即将开启一段更加漫长复杂的探索之旅。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